女儿说我是个虚伪的贱人，我照顾她生活起居。她说我是为了私吞她爸给的生活费。她跟同学争执，我冲进学校护她。她说真让她难堪。她好不容易进了年级前50，却在高考前夕告诉我她要结婚。我不同意，就被女儿推下了楼梯，重活一世。我决定放她自由，可她却跪在我面前说自己后悔了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王女士，您这次看的张阿姨觉得如何呀？张阿姨是我们家政公司最有资质的阿姨了，干活干净又利索。上辈子家政公司也是跟我沟通了这件事，但那会儿家里一片混乱，李唐把小三光明正大地带回了家。女儿高考在即，我为了给女儿提供安静的环境，只得带着女儿在外租房。李唐却是撕破脸，3番5次以不让女儿高考为由上公司威胁我，我都直接把他骂回去了。我原以为他会知难而退，直到有天回家看见李唐和小三站在女儿面前谈笑风生，我脑袋里的弦轰然断掉，心慌意乱地转移了公司的股份给他，求他别再来打扰女儿。但我还是担心李唐再次上门找女儿麻烦，于是我一咬牙，年薪100万的工作说辞就辞，在出租房里做了全职妈妈。我的身心都牵挂在女儿身上，关注着她的一举一动，所以当她眼角出现一个冒着血的口子时，我心咯噔一下，就奔去了学校。结果到头来，女儿恨不得我去死。我私吞了她爸爸给她的生活费，我破坏了她和同学的关系，我阻碍了她的幸福。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我的错。恨意像种子般发芽，女儿气急之下就在家里的楼梯上宣判了我的死刑。我倒在血泊里，永远闭上了眼，不得善终。女儿却因为正当防卫没判刑，还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北大。李唐也如愿拿到了股份，混迹在鲜花中，彻夜逍遥。复盘完上辈子，我只觉得浑身冰凉。听筒里家政公司的声音唤回了我的神智。王女士，那您看还需不需要再找个阿姨？我捏着手机的手一紧，不用，让张阿姨今天就来我家上岗。既然女儿那么厌恶我何必去讨人嫌，还付出自己的生命？这个晚上，我没有像往常一样挤在摩肩接踵的人群中等她，而是让管家负责女儿的上下课接送。我躺在家里的沙发上，打量着家里温馨的装修，觉得唏嘘。这是我和李唐的婚房，我家庭条件比李唐好多了。当初见面时，我父母就不同意。李唐咬牙切齿地说，等我们生米煮成熟饭了，你爸妈不同意也得同意。于是在我带着肚子去见父母时，父母在婚前为我置办了这套房子，大到装修，小到家电，都是我父母一手操办的。甚至为了我们能有更好的生活，还让李唐去了我家公司学习。就这样，李唐在我家的帮衬下一步一步走出了成绩。旁人却开始说我是为了钱才跟李唐在一起的。这些话我不在意，却被女儿记住了。本就厌恶我的她更喜欢爸爸了，还煽动李唐去找时髦漂亮的后妈，把我这个蜡黄的抹布给甩掉。李唐心安理得地完成了女儿的愿望，一个比一个漂亮的女人被他大摇大摆地带回了家。我为此跟李唐大打出手，女儿马上就高考了，你怎么敢的？女儿却跟他爸一个阵营，狠狠踹了我几脚。但在剧痛中我根本没发觉，还卯足了劲儿，一心要把女儿拉出这片火海。于是我不顾女儿的挣扎，把她拉到了出租屋。
命令她必须考出一个好成绩。结果到头来，女儿却说我嫉妒李唐对她的爱，嫉妒李唐给她的钱，说我是个没人要的怨妇，专门折磨她，却不知要不是因为她，我怎会如此被动，被赶出自己的家，还任由李唐和不同的女人在我床上翻云覆雨。我真是贱，吃力不讨好。我正因为头痛捂着脑袋，电话响了，是李唐。宝贝，最近你和孩子还好吗？我给家里寄的东西收到了吧？我皱着眉头，强压下恶心，有话直说。听着我不同于以往的冷漠语气，李唐愣了一会，才开口：我是想着女儿马上高考了，想带她放松一下，这是他一贯的好男人人设。李唐，去玩可以，但是公司的股份你休想。而且你做的那些恶心勾当，不用我多说了吧？电话那头的李唐拳头都捏紧了，但语气还是很和软。滋滋，你这是在说什么？别在电话里置气，等我明天回家咱们再谈。我刚挂断电话，管家便刷了卡，女儿回来了。女儿穿着校服，一双眼睛就像毒蛇般盯着我。你恶不恶心？每晚都跟我爸煲电话粥，你不就是为了找我爸要钱？装什么装啊？这次又准备吞我多少钱？管不了，我爸就来苛责我。你算什么东西？越亲密的人插的刀子越痛。我强忍着心脏的刺痛，若无其事地开口：你爸给你的生活费全部转你手机上了。女儿下意识讥讽道：就你哪来的钱？不会是卖屁股的钱吧？来路不干净的钱我可不要。说着就点开手机，准备看我笑话。可他扬起的嘴角在看清数字后陡然凝固。你个贱人，你到底骗了我爸多少钱？你跟要饭的狗有什么区别？我看着女儿可恨的嘴脸，淡然开口：什么叫你爸的钱？我跟他只要一日是夫妻，这就是我们的共同财产，你有本事就让我们离婚。女儿没想到我会反驳她，被噎得开不了口，脸涨得通红，好一会儿才恶狠狠地指着我：好，你给我等着。我端坐起来，对了，你以后记得自己带房卡。女儿疑惑地盯着我，什么意思？之后你的时间自己安排，家里不可能随时有人。女儿咧着嘴嘲笑我：你有这么好心？你之前不是恨不得掌控我所有自由时间吗？肯定是我爸给你转钱了。我爸对我可真好。我摇了摇头，转身就走。被我说中了吧？我就知道。女儿洋洋得意地开口：前世李唐故意在高考冲刺时说带女儿出去旅游，和他料想的一样，我直接拒绝了。他故作遗憾地在女儿面前诉苦，于是女儿跟我的关系更加恶劣。他则是如愿把小三带回了家。女儿也是在这样的时间段，跟一个男生的关系迅速升温，好到了谈婚论嫁的程度。我不允许女儿断送自己的前程，像我一样被困在婚姻的牢笼里喘不过气。于是我千方百计地阻拦，最后连命都搭上了，就得到了女儿的一句：贱人，这是你应得的。或许是我带着失败的婚姻先入为主了，这次我就尊重女儿所有的选择。第二天天还没亮，女儿就被闹钟叫醒。她迷迷糊糊地走到餐桌，正准备拿起热牛奶，手直接扑空了。则你就不能把早餐放在同一个位置吗？这点小事都做不好。她不耐烦地仔细一看，饭桌上空无一物，就连平时在饭桌前着急忙慌的我也不在。女儿双眼睁大，一副不可置信的模样，立马就冲到我房间门口，把门敲得梆梆响。不要脸的死女人，你竟然还敢睡懒觉！可无论她怎么敲门，我依然沉浸在梦乡。
我早在昨天就换掉了房间那扇薄薄的木门，之前是为了不错过女儿的任何动静，随叫随到。现在就由他心爱的爸爸关心他吧。女儿在门口把手都敲红了，咬着牙打通了礼堂的电话，准备告状。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，请稍后再拨。管家也被我提前通知了今天休息，于是女儿叫天天不应，叫地的不灵，硬着头皮等我起床。等我睡醒了，我大辣辣地走出房间。客厅的女儿听到声响，怒不可遏地冲到我面前，指着我鼻子骂我：“你什么意思？不送我上学？故意想看我笑话是吧？居然敢让我饿这么久，等你这么久，真是个婊子！”我插着手看着女儿：“今天你爸要回来，我给你请假了。”女儿皱成一团的脸瞬间笑起来：“爸爸终于要回来了，那你怎么不早点说？你这个贱人！”我不顾他尖声戾气的喊叫，看了眼手机，开门让张阿姨进来做饭。看见张阿姨进来，向我打了声招呼，就直奔厨房。女儿气急了：“你住我爸的房子还找保姆，你倒是会偷奸耍滑！”我冷笑道：“这房子是我的，你爸的事业也是我给的。”女儿大笑出声：“你有病就去挂精神科！”哈哈哈哈！女儿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，就走到房间，砰地甩上门。我看着女儿紧闭的房门，叹了口气。不管我对她再好，她都只当我是个不要钱的保姆。我慢条斯理地吃完午饭，就联系了律师，帮我拟了离婚协议。这个红本曾经是我的执念，现在我早就没所谓了，反而是礼堂婚内出轨。我要让他一分钱都拿不到。滴，是刷房卡的声音，但我的锁早就换了。女儿的房门唰地打开，女儿一边兴高采烈地嘟囔着“爸爸终于回来了”，一边小跑去迎接礼堂。发现他爸没进来，立马把门打开了。“爸爸！”女儿一股脑钻进礼堂的怀抱。礼堂把手上的东西放下，抱着女儿转了几圈。“乖女儿，想爸爸了没？”“当然想爸爸呀，你给我带的礼物呢？”女儿搂着礼堂的脖子问道。礼堂笑着点了点女儿的鼻子：“我老婆在家这么辛苦，这次先给妈妈买，之后爸爸带你出去玩好不好？”女儿撇撇嘴，恨不得把我身上钉出几个洞。礼堂笑嘻嘻地把礼物放在我面前，努努嘴示意我拆开。“对了，滋滋，是房卡不灵了吗？我刚刚都开不了门。”我指了指桌上的协议：“我换了门锁。另外，你再看看这个。”“怎么突然想着换锁？”礼堂翻开协议，话戛然而止。女儿也凑过来看了看离婚协议书。“太好了，我早就看够他那张蜡黄的脸了。爸爸，你不是早就跟柔柔姐姐在一起了吗？快签啊！咱们把这个贱女人赶出去。”礼堂的脸直接黑了。“滋滋，你别听女儿胡说，那只是生意上的一个合作伙伴。”我冷静开口：“我不管他是谁，你立马签了，给我卷铺盖走人。”女儿听闻，眉毛一竖：“你怎么跟我爸说话呢？该滚的人是你，你现在就滚！”说着就准备来推搡我。礼堂手一挡：“女儿，你先回房间，我跟妈妈谈事情。”女儿白眼一翻：“爸爸，你跟这贱女人有什么好谈的？她用你的钱住你的房子，你值得更年轻、更漂亮的女人。我觉得柔柔姐姐就挺好的。”我出言附和：“对呀，你看女儿都这样说了，你就快签吧。”女儿露出一副算你有自知之明的样子，还想出言讥讽，就被礼堂一耳光掀翻在地。“你怎么跟你妈说话呢？真是目无尊长，滚去你的房间！”女儿捂着通红的脸，不可置信地望着礼堂：“爸爸，你……”礼堂冷着脸扬起手：“你再多说一句，你脸就别想要了。”女儿哭着跑进了房间。
我面无表情地看着这场闹剧。女儿房门刚一关，李唐就在我面前跪下了。他诚恳地开口：“滋滋，一日夫妻百日恩。”况且那都是误会。李唐还以为我是因为女人吃醋，试图用男儿膝下有黄金来敷衍我。你还以为我跟你闹着玩呢？听到我冷漠无情的嗓音，李唐彻底忍不了了。我都给你跪下了，你还想怎样？你真是得寸进尺。就算我跟别的女人上床，你舍得跟我离婚吗？当时连婚都没结，就怀了老子的种。你以为你有多自爱？可惜了，这样的话已经伤不了我半分。我下了最后通牒，趁你现在还能分点钱，还不快签字，不然你以为浪费的是谁的时间？李唐面具被我撕碎，咬牙切齿地瞪着我，生怕分不到钱。协议都没看完就把字签了。我装好协议，让管家开车去民政局。期间李唐还得意地开口：“这下我钱也有了，哪像你黄脸婆一个！你以为除了我谁还要你这种未婚先孕的婊子？”手印一盖，离婚证到手，重新拿到小红本。我的心里是重获新生的兴奋。回到家里，我坐在沙发慢条斯理地开口：“房子车子都是我的婚前财产，当初我们签了婚内财产协议，约定好了一切事宜，你可以自行查看。恭喜你净身出户，现在麻烦你带上李书同滚出我家。你！”李唐一改往日绅士的模样，目目切齿，冲上来就想打我。管家是个5大3粗的壮汉，不费吹灰之力就把他锁喉了。你这个贱人，竟敢骗我！我不管身后李唐的叫唤，径直走到女儿房间。李书同，我们离婚了，你跟你爸。女儿肿着的眼睛顿时弯成月牙状。太好了，我爸终于摆脱你了，不用你说，我也是跟着爸爸。随后就边走边怒斥我：“那你还不滚，在这碍眼！”他哪知从这个房间走出去，就是他地狱生活的开始。女儿走到客厅，看着李唐被锁住，焦急地捶着管家的腿。李唐看见女儿，仿佛看见了穷凶极恶的仇人，毫不留情的一脚就踢在她身上。就是你这个坏种，挑拨我跟你妈的关系，现在离婚了你就满意了？我眼看着女儿被踢飞在地，没有一丝一毫的同情，这都是她自找的。我拍了拍手，示意管家把他们赶出去。女儿却还执拗地站起，拧着眉说：“该走的是我。”我笑着开口：“房子车子是我的，公司是我的，现在你就跟着你没车没房没工作没存款的爸爸去过好日子吧。”女儿反驳的嘴闭上，麻木地愣了一会，但很快又得意地开口：“那肯定也比跟你好，因为你是个贱女人，而且爸爸的女人可不止柔柔姐姐一个，这就不难看出爸爸的魅力。而你人老珠黄，离了爸爸，你还能得到男人的滋养吗？”我看着分不清是非的女儿，叹了口气，真是没救了。我不耐烦的手一挥，管家就把喋喋不休的李唐和女儿赶出了家门。看着空旷的房子，我不由得弯起了嘴角。我终于有新的人生了，于是我辞职了，直接开启了一个人的旅程。天宽地阔，我准备去看看自己喜欢的一切。我自己做了旅游攻略，白天依路线行进，吃美味的食物，品当地的酒，晚上回酒店享受优质的服务，完全放松的休息。在这段时间，我完全尊重自己的意愿。我不需要做饭，不需要迁就他人，不需要花任何心思在别人身上。我感到无比的自由。从前我被好妈妈、好妻子的标签勒得浑身血污，现在我只愿意做自己。身心充满电后，我重回职场，为了挑战自己，
我婉拒了老东家的邀请，去了新的公司，想去了解不同公司的运作模式。我一头扎进自己的事业，以便未来能更好地管理自己家的企业。前世为了照顾女儿，我果断放弃了处在上升期的事业，结果反而还吃力不讨好。女儿厌恶我，丈夫花着公司的盈利额在外偷吃。这次我看清了，没有什么比钱和权更重要。上坡路是难走的，出不完的差，开不完的会，做不完的报告，但同时带给了我无尽的踏实感。我也在忙碌中快速成长，成为了公司里有话语权的人。随着我整个人状态越来越好，我的圈子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以前我常看妈妈群里的家长里短，现在连群都不知道在哪了。以前我密切关注的女儿学校公众号，早就被工作消息刷到最底下了，甚至连以前我记录女儿成长的微信号密码我都忘了。我感恩自己的努力，可是一通电话把平静打破，是女儿班主任的来电：书童妈妈，麻烦你来趟学校。李书童早恋了，成绩也一落千丈，直接掉到了几百名。在临近高考时分心，班主任急得不得了，在电话里问我多久有空。以前都是我负责女儿的教育，现在班主任打我的电话没有问题，但我现在听着电话里老师喋喋不休的声音，只觉得烦躁。我停顿了一会，开口道：罗老师，这些事麻烦你找孩子父亲。我联系过李先生，可是他电话一直不接。李书童之前的成绩都能上 A 大的，这会儿掉下来也太可惜了。我听着罗老师焦急的语气，决定卖他面子，去学校走个过场。再次来到女儿学校，心情却完全不一样。班主任看见我来，松了口气，招呼我坐下后，立马去教室叫女儿了。女儿心不甘情不愿地走了进来。我跟班主任说：麻烦罗老师。班主任点点头，把门关上，把时间留给我们。你有什么资格管我？还来我学校，真土！我看着女儿挂彩的脸，不出所料是他爸打的。李唐本就是为了钱才跟我离婚，现在一无所有，当然就把怨气全撒在女儿身上了。我也不想来，谁让你爸都不管你？罗老师不得已找上了我。女儿像被踩中尾巴的猫一样跳了起来。什么叫我爸不管我？我爸最爱的就是我，你到现在还挑拨着我们的关系，你这个贱女人！我爸是因为工作太忙，才没时间接电话。我笑着说道：就他忙着找金主吗？女儿气急败坏，就想来抓我。我不允许你这样说我爸。我指了指墙角的监控，抓伤我，你赔得起吗？女儿跟着他爸，知道了生活的拮据，一提到钱就默默抽回了手，但依然嘴硬道：反正我是不可能分手的，我不只要跟他恋爱，还要跟他结婚。他家可有钱了，他说了要养我一辈子。你懂什么是爱情吗？也是，你这样，我知道他想说我人老珠黄，但是我现在的状态明显不符合这个词。反正你没资格管我。女儿挑衅地看着我，可她没有听到预想中我愤怒的劝说。我平静地开口：好，祝你们幸福。说完我就打开门出去了，留下神色莫名的女儿。我短暂和班主任交谈了一下：罗老师，我跟李书童交流过了，但如果他继续不听管教的话，麻烦你别再联系我了。女儿看着我利落离开的背影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女儿在学校浑浑噩噩过了一天，在夜色中走回破烂的出租房，刚一进门就听见李唐和女人在床上缠绵的声音。这种老房子隔音不好，女儿习以为常地躺在沙发上，开始跟男友聊天。
她和男朋友张天是在学校门口认识的。当时张天痞里痞气，倚在摩托上，一边抽烟一边朝她吹口哨。后来张天就打着一见钟情的旗号接近她，说话一套一套的，把女儿稀里糊涂地骗到了酒店。女儿陷入了热恋期，每天都找张天说话。可是今天两人才没聊几句，张天就以工作忙为借口道了晚安，还安慰道：“等我挣了钱都给宝贝。”女儿听到这话，满足地睡了。迷迷糊糊中听到高跟鞋走路离开的声音，还有礼堂殷勤的下次再来。女儿更加认定她心爱的爸爸很有魅力。女伴都一天一换，却不知他爸是靠这个谋生的呀。礼堂看着睡觉的女儿，气不打一处来，又是一顿拳打脚踢。你这个赔钱货，要不是因为你，我会过这样的日子吗？王青姿不是很爱你这个女儿吗？你再去找她要点钱。我这个月的抚养费都转给了礼堂，但早就被他挥霍光了。女儿捂着头尖叫，谁要那个贱女人的钱？她的钱是卖屁股赚的，你他妈点谁呢？小兔崽子，我看你不想活了。礼堂被彻底激怒了，扯着女儿头发就往墙上撞。不要爸爸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女儿声嘶力竭地求饶，我明天下了课就去找他要钱。听见女儿的保证，礼堂喘着粗气松开了手。你给老子记清楚了，要不到钱你就死外边。第二天晚自习一下课，女儿就火急火燎赶到了我之前的房子。因为新工作的缘故，我在公司周边新买了套房子。女儿踏上熟悉的门槛，心情有些复杂。之前她是骄傲的小公主，现在却蜗居在破烂的沙发。但她不愿咎由自取的礼堂和自己，却把一切苦难都归在我头上。怪不得最毒妇人心，要不是这贱人这么狠心，我和爸爸哪会如此？女儿咬着牙咚咚咚地敲门，有巡逻的保安发现了她。你是干什么的？是不是我们小区业主？保安板着脸，大跨步走近。女儿趾高气扬地抬头，当然，我找王青姿。保安一听，不由分说，扯着她袖子就让她离开。女儿骂骂咧咧：“你干什么？我是她女儿。”保安笑出了声：“你是她女儿，连她早搬走了都不知道。快走，不然我报警了。”女儿站在小区外，恶狠狠地盯着保安，打通了我的电话。嘟嘟嘟，女儿的眉头皱了起来。此前我绝不会隔这么久才接电话，刚一接通，女儿就带着在旁人身上受到的气对我破口大骂。我不惯着她，直接挂断。女儿气得心口疼，但又想起礼堂的话，迫不得已又给我打了电话。你在哪？女儿毫不客气。我正赶着明天会议的报告，不耐烦地开口，有事说事。女儿被噎得一愣，但马上又强势起来。这个月的生活费转我，我这个月的抚养费已经全部转给你爸了，你自己去找他要。女儿的音量瞬间拔高，就那点打发叫花子呢？我捏了捏眉心，可不就是打发你们两父女吗？我甩下一句，我该尽的义务已经尽了，就挂断了电话。女儿气急败坏，疯了似的打我的电话。您呼叫的用户正在通话中。女儿想不清为什么以前有求必应的我会一下变得油盐不进。她就是想让我出丑，死女人！她死了钱还不是我的，装什么装？女儿像是突然想到了什么，一路跑回出租屋，穿过那条晾着女人男人内裤、散发着下水道恶臭的小路。她仿佛看到了自己光明的未来。爸爸，我想到了一个法子。女儿大口大口地喘着气。李唐正因为晚上没有生意，在客厅踱步，毫不留情，一脚就踢在女儿身上。
坏种，你叫什么叫？钱呢？女儿声音从嗓子眼逼出来。爸爸，王青姿死了，钱就全是我的了。李唐的眼睛顿时闪着金光。好女儿，好女儿。没想到前世被女儿推下楼梯，今世还被女儿算计着去死。两人还没商量好对付我的细节，有人打通了李唐的电话。李唐的声音开得很大，女儿都听见话筒那边的男人在说：“鸭子，鸭子。”等李唐挂了电话，女儿疑惑地问：“爸爸，什么是鸭子啊？”小屁孩，大人的事你少管。女儿想了一会，开口道：“但是我同学最近一直说我是鸭子的女儿。”李唐闻言，死死捏住女儿的脖子，把她扔出了门。“你自己出门反省反省。”女儿含着眼泪蹲在地上，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，惹得父亲生气。在这个时刻，女儿想到了自己男朋友，她拨通了电话，没人接。突然，女儿听见了楼下传来了男朋友的铃声。女儿虽然觉得奇怪，但还是躲在了暗处向下观察着。脚步声越来越近，怎么是张天？女儿捂着嘴看着张天轻车熟路走进了他的家。他和爸爸在干嘛？女儿颤抖着手去搜了鸭子的意思，看着紧闭的房门，心里有一个答案，但她不敢承认。女儿蹑手蹑脚开了房门，听着亲爱的父亲房里传来的呻吟，只觉得自己的世界天旋地转。怪不得有同学调侃她是鸭子的女儿，原来是张天说的。两个被她放在心尖上的男人都背叛了她。女儿悲痛欲绝，就想冲进房间问为什么，但是她摸着肚子，那里有一个她和张天孕育的小生命，她想给张天一个机会。第二天，女儿装作没事发生，一如平常走去上课。明天就高考了，可是昨天的一幕幕浮现在眼前，逼得她要吐出来。在她不知道第几次去厕所后，有同学在小声地议论他，听说他爸是鸭子呢，真的假的？这还能有假？给钱就能玩？听着同学的讥笑，女儿已经没有勇气再当面维护自己父亲了，她也觉得丢脸。他是做榜样的父亲，在一夜之间烂掉了。下了晚自习，女儿打电话约张天见面，听筒里传来张天色迷迷的声音：“宝贝，我在酒店等你。”女儿去了张天订好的酒店，刚一进门，张天的手就不安分地乱摸，感受着张天火烫的呼吸打在自己脖子上，女儿忍不住开始干呕。女儿猛一转身，一巴掌就扇在张天脸上。“我有话跟你说。”张天眼神粘在女儿身上，“宝贝，快说，等不及了。”女儿还抱着一丝期待。“我怀孕了。”张天咧着的嘴合上，面目可憎地盯着女儿。“怀孕？打掉啊！你以为我会对你负责？我跟你就是玩玩，你不会还想我娶你吧？哈哈哈哈哈哈！”女儿脸色瞬间苍白，“明明是你说要养我，我才答应跟你在一起的，你做什么梦呢？玩笑话而已。而且你爸什么情况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我就是想试试你们两父女有什么区别。”女儿翕动着毫无血色的嘴唇，身子一软就要倒下去。“你这个贱人，你这个贱人！”女儿不管不顾地冲过去扇张天的脸，“你看你这样子，真是十足的泼妇样。”张天满脸厌恶，朝着女儿的肚子猛踹了几脚，看着女儿痛苦地蜷缩在地上，裤子都被血如湿了。张天不以为然地抽着烟，“好好好，人流都不用做了。”女儿刚恢复意识，就听见李唐的骂声。真是个赔钱货，跟他妈一样未婚先孕，还得我来付钱。女儿睁开眼，怒不可遏地骂道：“谁稀罕你卖屁股的钱？你这个贱人，
还不是你把我妈给的生活费都用了。李唐毫不留情凿着女儿的脑袋，唾沫都喷在女儿脸上了。你以为是谁害我这样？你这个婊子，这个钱你迟早得还我，你哪怕去卖都必须给我还上。一群医生听见动静，连忙过来拦着李唐，别打了，别打了。在一片混乱中，哪怕女儿的头嗡嗡作响，也听清了电视上的新闻。高考结束，我的人生完了。女儿喃喃着，彻底晕死过去了。清醒后又静养了几天，女儿身体终于没那么虚弱了。出了院，她任由李唐怎么骂她也不还口了。李唐沾沾自喜，小贱人终于听话了呀。回家后就指使女儿烧菜洗碗打扫卫生。女儿看着自己之前睡觉的破烂沙发，只觉得好笑，当初怎么就不听妈的呢？李唐看不惯女儿休息，老子给你花了住院费，你还不好好伺候老子。说着就脱下袜子让女儿洗脚，那一双黏腻的脚把水都泡黑了。女儿直接去厨房接了桶水倒在李唐身上，你给你自己洗洗吧，你浑身上下都脏死了，不知廉耻，出卖自己身体，你不如去死算了。说完就摔门而出。女儿在街上游荡到半夜，回到家毅然决然拿刀结束了李唐的生命。女儿被警方带走了，张天也因为强奸未成年受了刑。在警方打电话给我后，我立马赶去了监狱。看见我进来，女儿泪如雨下，直接跪了下去。妈，对不起，我后悔了。我看着面黄肌瘦的女儿，心中流露出复杂的情绪。前世躺在血泊里的人是我，这是戏剧满满。女儿竟把李唐捅了，也因为故意杀人被刑拘了。我张着嘴还没说话，女儿就被带走了。女儿转过头，用口型不断向我说着对不起。我怔住了，反应过来时已是泪流满面。这段时间我已经在经营着自家的公司，在我的带领下，公司越来越好，人数更多了，规模更大了，整体营业额也翻倍了。父母因为我回归事业而感到骄傲，笑容随时都挂在脸上。女儿的案子也判下来了，无期徒刑，每个月有固定的日子去探监。新一年的6月来了，我拿着社区开好的亲子证明去见女儿。会见厅墙上贴着的名单，一个满分2字就代表了女儿1个月的表现。终于报号喊了女儿的名字，李书彤。我3步并作2步，坐在了窗口前面。女儿头发剪短了，支支吾吾地开口：妈，你最近好吗？我笑着跟她讲述着我这个月遇到的大大小小事情。女儿认真听着，时不时咧着嘴笑笑。她突然靠近我看了看：妈，你少熬点夜，黑眼圈都这么重了，注意好自己的身体。妈，你可真倒霉，摊上我这个女儿。对不起。我深吸了口气。女儿，你最近过得怎样？再次听见我叫她女儿，女儿的眼泪夺眶而出，故作轻松地开口：很好，一切都很好。会见半小时后，自动挂了电话。女儿朝我挥了挥手，就被狱警带走了。可是女儿的泪却钻进了我的心里，把我的心搅得生疼。我带着五味杂陈的心情回到了之前的房子。物管很负责，外面干干净净，里面却昏昏沉沉，一开门就扑出灰尘。我立马联系了人，全面打扫。工作人员很负责，里里外外一个死角不留，全部打扫得亮亮堂堂。我坐在沙发上，看着锃亮的地板，全新的家具，这对我来说才是真正全新的开始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。
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